我叫李小草，我最羡慕的就是镇子上王屠户的女儿王玲玲。她不仅名字好听，长得也好看，最重要的是她有吃不完的肉。她的娘是我们村子嫁出去的，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就带着一篮子的肉。我也要吃肉，我也要吃王玲玲家的肉。吃肉？我看你像块肉，一天到晚净惦记那没影的东西，打死你个讨债鬼！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嫁给屠户，我也要吃不完的肉。我终于长大了，我一定要嫁去城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王家肉铺今日肉价折半，让开，都让开，给我来块大的！臭死了！肉有什么好抢的？一群乡巴佬！肉真好吃。爹娘，李婶子。李婶子，你看，这就是我们家小草，这丫头乖得很，家里地里的活一把抓，洗衣做饭样样在行的。哼，样子嘛，倒是还看得过去，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生养。人家周货老可是城里的人，要不是想找个好看点的媳妇儿，是怎么也轮不到你家小草的。知道，咱们哪能不知道这个？要说这方圆10里啊，除了已经嫁人的王玲，那就属我家闺女最好看了。要不然你也不会专门来我们家这一趟，不是？行了，漂亮话少说，我回去跟周木匠说一声，成与不成，我们家到城里去，还得看人家的意思。个子矮，长得也真难看，好在我不在意这些。你是周大哥吗？我听爹娘说起过你。见过小娘子。这声音果然有用，我想这门亲事应该能成了。穷了一辈子，家里所有的钱加起来都没这10两多，这亲事成得好。我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穷苦的地方了，就算前方是刀山火海，我也一定会踏过去。原来这就是城里，这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这胭脂，我见过同村的新媳妇用过，虽然村里的女人们都笑话她，说她的脸擦得像猴子屁股，但我心里明白，她们那都是在羡慕。我想，只要我少抹一点，我一定会很好看的。我听说这个粉擦在脸上很好看，我想晚上擦给你看。买，别的新媳妇嫁人都要抹脸，我媳妇这么好看，擦这个肯定更好看。姑娘好眼光，这是最好的胭脂，30文一盒。一盒胭脂竟然要30文，这可是购买2斤肉的钱了，真不该开口。别光晚上擦，白天也擦。我就喜欢看我媳妇儿漂漂亮亮的，气死那些说我丑找不到婆娘的人。其实她也没那么丑。媳妇儿，我得出去给人打家具了。这种活计快的话3-5天，要是慢了得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好，你只管去，家里有我。周大贵父母早亡，他又常年不在家，跟邻居都不热络，我得替他去认门。是周木匠家的新媳妇儿啊，长得真俏。婶子好，我是小草，刚做了点南瓜饼，您尝尝鲜。稍等，我去通报一声。王玲玲，你是李小草？对啊，没想到你还记得我，我
我也嫁到这里了，就是靠近巷子口那个周木匠家，昨天刚到的。接过吧。谢谢你的饼了，以后可以常来坐坐。去，把屋里那2个头花取来。我没什么好回礼的，这是城里最近时兴的头花，送你戴吧。也祝你和你相公白头到老。相公，城里人可真有意思，称呼自家男人还得用这么文雅的词。城里可真好啊，我才来了2天，就有了自己的胭脂和头花。以前我想嫁给屠户，天天吃肉，那算什么？以后我要在城里过上好日子，我也要有丫鬟伺候，要变得跟王玲玲一样。论干活，打小就是一把好手，不管是收庄稼还是理家务，我手底下出来的活儿就没一个不规整的。就最后4只鸡崽子了，我卖5文钱1只，你要是都拿走，给17文就行。小鸡啊小鸡，你一定要好好长大，别生病哦。我给你找虫子吃，你下蛋给我吃，咱们就这么说好了。我的个乖乖，怎么感觉家里大变样了？这地扫的一点灰都没有，小鸡仔也养上了，这花也开得好看。媳妇儿，这都是你弄的，这弄得也太好了，我刚刚进门还以为走错了。可不，你出门后我就开始收拾，收拾了好几天呢。赶紧进屋歇歇。从我娘死了，屋里好久没这么干净过了。本来我是只想找个好看的媳妇儿就行的，没想到媳妇儿你长得好看，人还这么好。我周大贵运气也太好了。我也觉得嫁给你很好，以后咱们都要努力。你好好做工，我操持家里。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还要送他去上学堂，去读书识字，好不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媳妇儿，以后我都听你的。对了，我这2天收拾屋子，看你还叼过一些玩偶扔在柜子里，我觉得这些玩偶还挺好看的，你说我拿去摆个小摊怎么样？玩偶？那些是我学手艺的时候随便叼着玩的，应该卖不出去吧？那你帮我再做一些木梳、簪子、笔架、木桶什么的，我拿出去一起卖，总会有人买的。我早上在集市逛了一圈，发现上街买东西的女子挺多的，街东头还有个学堂，这些人手里都有点小钱。如果我把这些木制品做得好看精致些，说不定他们会愿意买我的东西。这个木梳就制成半圆形的，梳背一定要镂空，回头我用红色棉线细细的缠上一圈。这个可以做一个手柄，然后上面系上一个同心结。这个簪子可以雕刻成桃花。你的手艺真好，我觉得你雕刻的技术比做大件的手艺还要好，做的兔子小猫活灵活现的，有种灵气。这地段虽然偏了点，但1天只要3文钱，只要每天能卖出1把梳子，我就亏不了本。娘，你瞧这梳子，我觉得挺合适的。这梳子有什么好买的？不就是一块破木头做的吗？等你嫁到了王家，那是大户人家，难道还能缺了你一把梳子用？大娘，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所谓新东西、新气象，您闺女出嫁这么大的喜事，当然也要讨个好彩头。您说是不是？而且您看我这梳子才卖7文钱，打理的又光滑又精细，上边一根毛刺都没有，还系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同心结。这同心结可是好兆头，代表着夫妻同心，百年好合呢。娘，买嘛买嘛，才7文钱呢。好好好，就这个就这个。
5文钱，5文钱这个梳子我就拿了。大娘，我才刚开始做生意，标的都是成本价。您看着这梳子上的青旗，那可是用得上好的桐油，涂上几10年都不带掉色的。这样吧，大娘，看你们家也是有喜事，我这根桃花簪本来实打实卖5文钱的，现在给您做个搭头，您一共给10文钱，这2样宝贝都带走。这簪子上刻的桃花也是最适合新婚用的，这花啊可是又姻缘的，据说天上还专门有桃花仙守着呢。娘，您瞧瞧，好看吗？好了，怕了你了，10文钱都拿上吧。回去给我收好了啊，非得等到出嫁那天才能拿出来用。我知道的。我可以专门做新婚的东西，虽然我自己没赶上正经婚礼，但这城里的买卖多的是，别人要办喜事，我就卖给他们喜气。媳妇儿，你今天都忙了一天，快回屋睡觉去吧，这种体力活交给我就行。大贵，你在外头奔波了一整天，脚后跟肯定都跑肿了，快先去躺着暖暖被窝，我把这几根筷子刷完，立马就回去。小东家，你这木头筷子上抹的是啥漆？别回家一烫就掉色吧？婶子，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这可是我用上好的清漆兑的红料，别说烫，您就是搁锅里煮，它也照样红红火火。妹子，瞧你这面相，就是新进门的喜气人。这盆边刻的喜字是我家木匠亲手凿的，讲究的是双喜临门，您带个回去，保准公婆疼相公愁。成，冲你这话，给我拿一对。最近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每天算下来赚的竟比周大贵早出晚归还要多。听街坊说，王玲玲前几天生了个女儿，她女儿属兔，这只兔子是我雕的最好的，得去看看她了。哼，给老夫人请安。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他是在讽刺我，顺便也在讽刺玲玲吧。劳烦姐姐带我去瞧瞧玲玲。小草，快坐到我床边来。你怎么之前来了一趟就不来了呢？我挺着大肚子不能出门，日日盼着你能经常来找我说话，结果你这一走就没影了。现在取名了吗？小名取了，叫青青。刚刚我婆婆没有为难你吧？真是鱼找鱼，虾找虾。没有啊，挺和善的。我也没有别的可以送的东西。这个小兔子是我亲手雕的，没上漆，干净。等青青再大一点，可以给她拿在手里玩。这还是我们青青收到的第一个礼物呢。玲玲，你听我说，你把身子养好，把青青带大，比什么虚礼都强。他们说什么女儿家就不用办满月礼了，凭什么？青青难道不是他们家的种吗？看着玲玲的样子，我心里隐隐有些庆幸，幸好大贵没有父母，这做人儿媳的向来就没有轻松的时候。真是怪了，明明是成亲最多的时候，这生意怎么反而一天比一天差？有时候连以往的一半都不到，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哟，是您呐，这是怎么了？退货。这东西我都瞧过了，都是好好的呀。姑娘，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吗？人家城门口那家一样的东西比你这便宜多了，你个梳子就要卖7文钱，人家只卖5文。一样的东西，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得去看看。
是你！怪不得你之前那么好心，天天跑来我家说要帮忙，连工钱都不要。原来你是存了这份心思，在这等着偷师抢生意呢。什么又偷又抢的？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这玩意儿又不是只有你家会做，白纸黑字写你名了，人家就爱在我这里买，你管得着吗？现在我只有一个人，闹起来肯定讨不了好。媳妇儿，怎么了？是不是集上有人欺负你了？欺负？咱们家是招了贼了！城门口李嫂那个摊子卖的全是咱们家的花样。李嫂，那个天天跑来献殷勤，连工钱都不要的贼婆娘！你现在拿刀去有什么用？你站住！他们现在生意红火，尝到了甜头。你以为你吓唬两下，那吃进嘴里的肉他们能吐出来？那难道就这么算了？那是你想破脑袋才弄出来的同心结。他李家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偷，我不拿刀上门，他还真当老子是捏泥捏的，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你说的对，有些人不让他见点红，他真当咱们家是软柿子。走。乔见没？周木匠两口子提着刀杀过来了，这下有热闹看了。你去你的！杀人了！救命啊！周大贵杀人了！姓周的，你敢踹老子的门，信不信老子今天跟你拼了？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疯婆子！你不是爱偷吗？偷我的花样，吃我的血汗钱，我就让你看看这血是什么滋味。杀人了！救命啊！杀人了！周家的疯婆子要灭口了！大贵啊！小草，快放下！为了这两个无赖背上人命关过，不值当！大贵，快劝劝你媳妇儿，快劝劝你媳妇儿，这刀可不见眼啊！哎呦，这起早贪黑赚的是辛苦钱，总比有些人窝在家里发疯强。有些人啊，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自己没本事守住买卖，就只会提刀吓唬人。要我说，乡下人就是心坏得很，满肚子坏水。乡巴佬不仅心坏，还会砍人呢。你要不要再试试？我这把刀能不能剁了你的舌头？快走！这娘们真的疯了，别跟她硬碰硬。没事，咱还是一样的摆摊，大不了少赚点钱，我多做几个木匠活补回来就是。大贵，我不单是心疼那点钱，我是想明白了，只要咱们做这些没门槛的小玩意儿，以后还会有张嫂、王嫂过来偷，咱们杀得进吗？那咱们就不卖了。我问你，你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给人打桌子板凳，辛苦整整1个月，赚的钱连城里松鹤堂的宋木匠3天赚的零头都比不上，你心里甘心吗？媳妇儿，咱哪能跟宋师傅比啊？人家那是祖传的技术，雕龙画凤的，那是给知府大给达官贵人做匾额的活计，人家那是金饭碗，给的银子当然多。那我再问你，宋木匠家这祖传的，他家老祖宗又是从哪汇来的？难道是老天爷掉下来的？他祖宗总归也是学来的吧？大贵，你瞧瞧这个，依我看，你的手艺不比那宋木匠差，甚至比他多了一股子灵气。媳妇儿，你别抬举我了，我这就是瞎琢磨。那是你只敢雕些猫儿狗子，所以别人只觉得好玩，给不出高价。可若是你也能雕出那栩栩如生的凤凰，雕出那百鸟朝凤的气派，你觉得咱们还用在街角跟李嫂争那2、3文钱的利吗？可是那大件的花样繁杂的很，我没见过，我也不会刻啊。你不会，我来试试。从今天起，我不去摆摊了，我来给你画样，我就不信咱们李小草扎下的根还能被这阵邪风给吹断了。你不用说了，这事儿我心里有数。大贵，你比我实诚，
但我比你脑子活。咱们能琢磨出同心结，就能琢磨出别的新花样。媳妇儿，那李嫂盯着咱们呢，做啥她学啥，防不住啊。同心结容易学，那是只要长了手的人都能缠。那我要是在这上面刻上一只凤凰呢？刻上龙凤呈祥呢？他李嫂有那个本事学吗？刻凤凰，那得先画出来才行。咱们谁会画那神鸟啊？我不会画画，甚至连握笔都不会，但我能学，只要能翻身，没什么是学不会的。先生，这画是你画的？正是，夫人要买画。我不买画，我买你的手艺。只要有口饭吃，别说教化，便是写整本经书也成。媳妇儿，这笔墨纸砚可贵得很，真要买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钱咱得花。李夫人，你想学什么？我想学各种花样的画法，越红火越好，还有日常用的吉祥物、祝贺的喜庆字样。成，这第一课我便先教你牡丹、荷花、鸳鸯、仙鹤。一般人家成亲或是祝寿，最认这几样，画的简单，意头却最吉祥。先生，咱们就在这儿画，门开着，省得村里那些碎嘴子背后编排咱们。李夫人思虑周全，请随我一起落笔。怪了，我平时干重活手灵光得很，这笔杆子怎么比锄头还难使？先生，我这确实是让您见笑了，这纸贵，这么糟蹋我心疼。不如这样，夫人先墨用墨，咱取一碗清水，就在这木桌面上临摹，等掌握了线条走向再上纸。这法子好，不用纸墨，还能反复练，省钱。这纸太软，不跟手。我本就是为了在木头上雕花的，何不直接在木头上练？对，这手感才对。等练熟了，清水换成墨汁，那不就成了？3个月了。大贵，按这个刻。媳妇儿，这花样简直绝了！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梳子。不对，还是差点意思。我觉得挺好看啊，完全是按你画的刻的。总是觉得它少了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没上色？等涂上红颜料，上完色，你可能就不觉得缺了。上色？要是只靠上色，那跟画在纸上的画有什么区别？那咱们费劲雕它做什么？等等，大贵，我有个新法子。你说咱们要是把这整把木梳直接雕成一整串电链花的样子呢？一整串？这梳子不就是个背儿加上齿吗？咋雕成一串花？你瞧，现在的木梳，不管是几文钱的还是几十文的，全是老样子，顶多在书背上刻点花样。但咱们不这么干，咱们直接把书背雕成重叠的荷叶和荷花，把下面的梳齿雕成莲藕的根茎，看着像个精美的摆件，拿起来又能梳头。你说这有没有意思？对啊，把梳子做得跟真花一样，那些城里爱美的小姑娘见了还不得抢疯了。而且这手艺复杂，李嫂那两口子就算想破脑袋也学不去。媳妇儿，你也太聪明了。别贫了，事不宜迟，赶紧拿上好的木料出来。好，能不能成，全看这一把了。刻。这可是咱翻身的本钱，若是这把成了，以后咱们就再也不用受那气，能一直安安稳稳做下去了。
媳妇儿，这真是我刻出来的。媳妇儿，你戴上这个像变了个人，好看的跟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似的。媳妇儿，你真美。别闹，这满屋子的木料还没变现呢。你想抱，等咱们发了财再说。趁着这股劲儿，咱们再做一些。行，都听媳妇儿的，只要能让你高兴，让我刻到天亮都成。大贵，你瞧，除了个头小点，这跟街上卖糖葫芦有什么两样？真是绝了！这要是搁在摊位上，小娃儿们怕是都要上来咬一口。媳妇儿，这些东西虽好，要是那李嫂两口子再找人偷偷学去了，咱们岂不是又白忙活了？学？这荷花瓣薄如纸，这牡丹核机关重重，没个10年8年的木匠功底，谁碰谁折。就算他们真有本事学得精细，我脑子里的点子也多的是。只要我每月都推出几个别人没见过的新花样，他们这辈子都只能跟在咱们屁股后面喝点剩汤。大贵，收拾东西，明儿个赶集，咱们去收银子。哎，快瞧这梳子，怎么跟真花似的？这簪子竟然是糖葫芦样式的，真有趣！大家都看一看啊，新出的花样，城里都没有的。姑娘好眼光，这都是新出的花样，城里独一份。老板，这个怎么卖的？姑娘，这个35文。35文？老板，你这莫不是抢钱吧？人家的木梳左右不过几文钱，就算你这把瞧着新鲜点，给个15文也就顶天了，怎么卖的这么贵？姑娘，您先别急，我先前卖的普通木梳确实只要几文钱，但这把蝶恋花它真不一样。您瞧瞧这做工，每一片花瓣都雕得像纸一样薄，这蝴蝶扇翅膀的样是不是跟活的一样？还有这色彩，是我们砸了大价钱买的上好颜料。您看这色泽多均匀多亮堂，做一个普通木梳，像我这种门外汉花不了多久就能整出一个，可这一把得让我家那做木匠的男人收了绑的所有活错，在灯下细细雕琢整整1个晚上，才能出这么一个宝贝。1分钱1分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还是觉得贵了些，算了，买个普通梳子用用得了，反正藏在头发里也没人瞧见。哎，姑娘别急着走啊！瞧瞧，谁说这只是把梳子？这插在发髻上就是城里最俏的步摇。你看这发间就像簪了一丛鲜花，气色一下就上来了。书上怎么说来着？哦对，人面桃花相映红。我也要买，老板给我拿那个荷花的，我头一回见这么精致的。好嘞，别急别急，我也要，那这竹叶簪子我要了，我要那个糖葫芦的，给孩子玩。那个莲藕笔筒我要了，拿去送我家读书郎。姑娘，我这木梳可都卖光了，您头上这最后一把，我要了，谁也别抢。4000，竟然有4000银子，发财了，我发财了！哼，瞧瞧那狂样，有些人啊，就是见不得邻里好。他做的那些花样太费功夫，咱做不来呀。乡下人出来的就是心坏，钻进钱眼里去了。呸！哟，瞧瞧，这大钱挣着了就是不一样，连路都走得比旁人高出半截。哼，也就是占了个新鲜。我看能红火到几时？钻进钱眼里的乡下婆样。李嫂，您要是牙根酸，就多喝2口老布醋。我这生意红不红火，您盯着瞧就行。你个小贱人！大贵，那户人家的木工活儿，你给推了吧。
亏了，媳妇儿，那可是老主顾，一天也能挣不少呢。你瞧，那些家里有点小钱的年轻姑娘最是爱美，只要咱们出了新鲜玩意儿，她们准会互相分享，这就叫名气。现在咱们的活计多得忙不过来，从今天起，你别去外面跑了，就留在家里帮我的忙。咱们夫妻一心，比啥都强。行，听媳妇儿的，咱们在家干。春去秋来，又是一年，这日子当真是过出了滋味。都轻着点，这可是举人老爷夫人要带的东西，碰坏了你们赔不起。真没想到这一走竟是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做官了。玲玲，其实我以前真的很羡慕你，羡慕你有个好名字。当初你说我们是乡下佬的时候，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受。对不起，小草，那时候的我真的太不懂事了。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年少时的困苦早就困不住我了，反而成了激励。若没有那股子狠劲儿，我哪能过上今天的日子？小草，你是我见过最聪明、最努力生活的女子。像你这样的人，不管嫁给谁，都能靠自己过上想要的日子。玲玲，还没告诉你，我肚子里也有孩子了。真的吗？你是我见过最好命的女子，要不然你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吧。这哪成？我哪有那本事？好吧，那你对这孩子有什么期许？如果是男孩，我就供他念书，希望他能像你相公一样，靠本事挣一番成绩回来。如果是女孩，我希望她聪明有勇气，不管好日子还是坏日子，都可以过得快快乐乐。既然你求个虔诚和聪慧，那不如男孩就叫于越，取个鱼跃龙门的意思；女孩就叫明慧，愿她一生明理聪慧。周于越，周明慧。哎呀，不愧是读过书的人，这名字取出来，听着都比我这小草要有学问的多。名字是虚的，你有这份信气，孩子将来一定差不了。小草，小草，多保重。别了，王玲玲，看着你走远，就像看着我那些年少时为了2块肉撒泼，为了几文钱眼红的饥饿日子，全都跟着这车轮子碾碎了，走远了。以后我不会再羡慕任何人，我的日子我自己刻。哎呀，可算找着了！我从临县赶了2天的路，就为了这一支7手画样的荷花书。老板娘，这支我要了，这是给我阿姐成亲用的，谁也别跟我争。莫抢莫抢，都有。媳妇儿，你这画羊虽说还是有点扭捏，可我怎么看都觉得透着一股子活泛劲儿。那是自然，给拿去照着刻。大贵，你的手艺是真绝了，比起外面那些只会打柜子的粗木匠，你这就是神仙点睛。还不是媳妇儿教得好，只要能陪着你，让我刻一辈子，我都愿意。小草、大贵，恭喜啊！这前店后坊的，以后就是正经东家了。多谢嫂子，以后还请多关照生意。那个，恭喜发财。媳妇儿，他之前那样闹，你还冲他笑？接下吧，人往高处走，我总不能一直盯着脚下的泥坑。咱们现在有正事。小草，不好了！城里最大的松鹤堂今天开始卖你们家的东西了。荷花书、牡丹庄严，连我还没卖几只的糖葫芦簪子都仿得分毫不差。何止是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媳妇儿，早上那碗粥又全吐了。你这身子，松鹤堂那边定价了，全部只卖20文。20文？那比我们的成本价还要低3文。我去砸了他松鹤堂，
这群不要脸的东西，跟李家那对混账一样偷东西，还偷得这么光明正大！站住！你砸了松鹤堂有什么用？宋木匠在城里经营了几十年，上到知府大人，下到街坊邻居，谁不给他面子？你今天砸了他的店，明天官府就能把你抓进去，到时候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抢生意？媳妇儿，你没瞧见外面街上吗？这几天铺子里的客人都被松鹤堂抢光了，连个问价的都没有。再这么下去，咱们砸锅卖铁刚盘下来的铺子就要黄了，咱们还有孩子啊！大贵，急什么？媳妇儿，你还笑得出来？松鹤堂不是李嫂那种小门小户，他们有10几个大师傅，有现成的客源，还有宋木匠那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拼价格咱们拼不起，拼人脉，我李小草在人家眼里连根草都算不上。可是大贵，你记不记得当年我连窝头都吃不饱的时候，就敢想着要嫁进城里天天吃肉？现在我有铺子有手艺，有你这么个跟我一条心的男人，还有肚子里的孩子，我怕什么？他宋家是大山，我也要把他凿个窟窿出来。大贵，去给我打2两上好的白酒，再买1斤实打实的酱牛肉。媳妇儿，这时候你还有心思喝酒吃肉？晚上我要去见一个人。见谁？宋老木匠。媳妇儿，你疯了！松鹤堂现在正变着法子要逼死咱们，那老头可是他们的祖宗。你提着酒肉上门，那不是羊入虎口吗？大贵，你也是做木匠的，你听过宋老木匠的名声吗？名声倒是有，听说是城里头一份的正职，给大户人家做活，哪怕是少掉了半朵花，都要自掏腰包拆了重做的狠角色。这就对了，一个把手艺和脸面看得比命还重的老手艺人，绝不会陷于去偷一个乡下女人的点子。松鹤堂这回的下作勾当，绝不是他的主意。咱们想活命，就得找这个最要脸面的人。这么晚了，谁家的小娘子？晚辈小草木方李小草，特来向宋老师傅讨教。小草木坊，你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那个……算你有胆色，进来吧。宋师傅，晚辈小草木方李小草，今天冒昧登门，是专门来给您老人家赔罪的。赔罪？你在集市上抢了我松鹤堂大半的买卖，坏了我宋家的红火，现在提着2斤碎肉来给我赔罪？这城里还没人敢消遣我宋老头。晚辈断断不敢训念您。晚辈说赔罪，是因为我的缘故，害得宋家传了几代人的金字招牌，竟然沾上了偷鸡摸狗4个字，实在是脏了您的眼。你说什么？有胆子再说一遍！事实如何，您老心里最清楚。今天我来，除了赔罪，还带了一样东西，想请您这位木雕界的泰山贝宝，帮晚辈长长眼。这雕工，宋师傅，您再拧拧尾部。这纹路，这断口处的对合，这世上竟还有人敢在方寸木头上玩这种机关！这东西当真是你一个乡下丫头想出来的？
这样稿是谁画的？是我画的样，雕是我男人一刀一刀刻出来的。画得绝，刻得更灵。这麦穗里藏着魂呢。宋师傅，您做了这次木匠，比谁都清楚。这木器画儿，有的人刻的是样子，有的人刻的是心思。样子的东西，谁都能照葫芦画瓢。我能做出第一支荷花书，今天就能做出这支麦穗簪，明天我还能做出千千万种别人想破脑袋都想不出的新玩意儿。可松鹤堂呢？堂堂城里第一大木器行，现在却像个没断奶的孩子，只能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捡我剩下的剩菜残糠。您说，这松鹤堂是仿得了一时，他还仿得了一世吗？宋师傅，宋家的金字招牌是您老人家带着徒弟们用几万万刀才刻出来的，那是手艺人的脊梁骨。可您儿子今天为了那3、5文的私利，能仿我的荷花书，能带头坏了这行规，明天他就能亲手砸了您攒了一辈子的老脸，把宋家的招牌踩进泥里。哪来的疯婆子在这挑拨离间？你个乡下女人，满嘴喷粪，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松鹤堂用得着仿你的东西？你那些破烂玩意儿，给咱们松鹤堂提鞋都不配。爹，您听他胡说八道什么？赶紧让家丁把这讨饭的轰出去！闭嘴！你个丢人现眼的混账东西！你干的好事还有脸在这里嚷嚷，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爹，我不就是看他的东西卖得好，照着做了点吗？这能算什么大事？爹，我才是您儿子，咱们松鹤堂可是城里最大的木器行，在这地界上咱们就是规矩，凭什么让一个下贱的乡下女人抢了风头？那买卖本来就该是咱们的。凭什么？你还有脸问老子凭什么？就凭人家能想出你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的花样，就凭人家这件东西是自己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心思，不是你这种鼠辈偷来的破烂。我宋家3代积攒的脸面，今天全都被你这个畜生给丢尽了。你是要让全城的同行都戳着一两股骂我宋老头教子无方吗？李姑娘，是我教子无方，让这种下作手段害了你的买卖，宋某在这儿给你赔罪，对不住你。你放心，明天一早我就让松鹤堂把那些仿你的东西全部下架，一件不留。以后松鹤堂绝不再碰你的花样。明天你亲自去李姑娘的铺子里，当众给她赔礼道歉。爹，让我去给她一个乡下女人赔礼道歉？宋师傅严重了，只要宋家能正本清零，晚辈这些小打小闹算不得什么。这赔罪，晚辈确实不敢当。当得起，这剪子骗不了人，你是个懂木头的人，走这一行心思正了，路才走得远。以后有什么手艺上的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媳妇儿，你可算出来了，那老头没把你怎么样吧？他要是敢仗势欺人，我这就冲进去。瞧把你急的，宋老木工匠是明白人，事儿成了。成了？你是说松鹤堂肯罢手了？他不光罢手，还要让宋明轩明天亲自来店里赔罪。我的天爷！媳妇儿，你也太厉害了，那可是宋老木匠啊，这城里谁见了他不低头？竟然真被你说服了。不是我厉害，是宋师傅爱惜羽毛。那也是你有本事。大贵，我以前没进城时总想着吃肉，现在我才明白，人这一辈子不能光靠着偷别人的活，不管是日子还是这木匠手艺，都得像咱们现在这样一刀一刀刻出来的，那才叫踏实。快瞧，那是松鹤堂的少东家吧？宋少东家，这一大早的有何贵干？松鹤堂教导无方，误用了李姑娘的花样。今日宋某特来赔罪，松鹤堂所有的仿样已全部下架，绝不再犯。宋少东家严重了，既然宋师傅开了口，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大贵，干活！咱们自己的东西现在该重新上架了。老板娘，我家夫人说了，下月狄小姐出阁，那全套的牡丹庄严必须由您亲手画样，定金我带来了。哎，先紧着我们家，我家小少爷就相中了那只木雕仙鹤，钱不是问题。来，这边。各位别急，大件得排期，咱们小草木方出的活，求的就是个精细。媳妇儿，自打松鹤堂的宋老木匠开了口，这全城的贵人都跟疯了似的往咱这儿钻。连宋老师傅都认可的手艺，谁还敢说个不字？这就是咱们的招牌。这画样就是魂，手稳心才准。你们俩都是穷人家受过苦的孩子，只要肯使劲，这门手艺就是你们的铁饭碗。谢师娘教诲，我们一定拼命干。好，大贵兄弟，小草东家，我想求个差事。哼，你还有脸来？当初偷咱们花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走，咱这不留白眼了。我真知道错了，先前是猪油蒙了心，鬼迷心窍了。现在城里没一家木器行敢收我，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我只想混口饭吃。大贵，让他留下吧。媳妇儿，你疯了！收你，是因为我看在同乡的情分。但丑话说在前面，在我这里干活就得守我的规矩。你要是再敢偷奸耍滑，敢偷我的图样出去卖，我不仅会赶你走，还会立刻报官，让你在这城里再也待不下去。听清楚了吗？我保证，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偷懒。我要是偷懒，您就把我赶出去。媳妇儿，这种坏过种的人，你留着他干啥？咱自家人辛苦点也不是忙不过来，累死也做不完。大贵，我留他不是因为心善，是因为咱们缺人手。他有软肋在咱们手里，用起来比外面招的生人拱更顺手。我的目标从来都不只是守着这一个小小的木房。哪位是李小草？这是从远方人上寄来的加急信。是玲玲，她说她到了相公任上，那里的官家女子最爱精致木器，连知府夫人都见过咱们的荷花书，还特意打听是谁做的。知府夫人，那是天大的官啊！媳妇儿，咱们的名声传得这么远了。大贵，我有个更大的主意，咱们不能只窝在这个县城里。那你想去哪儿？我要把小草木坊开到别的县城去，开到府城去。我要让全天下的姑娘，只要想买梳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李小草。行，媳妇儿，只要是你指的地方，刀山火海我也跟你闯。别说开到府城，你就算要开到京城去，我周大贵也卷起铺盖跟你走到底。瞧你那傻样，还要开到京城去？马车钱你攒够了吗？只要媳妇儿敢想，我砸锅卖铁也把那马车给攒出来。大贵，当初我嫁给你，真的只是想离开那个穷山沟，想过上能吃饱饭的日子。我是真没想到能遇到你这么个不管我要干啥都死活信我护着我的男人。你说啥呢？咱俩是一家人，我不信你信谁？这一批是寄给府城那几家大铺子的，千万不能磕碰了，这可是咱们进府城的巧门砖。好嘞，媳妇儿，那宋老头教的法子真神，刻出来的物件比以前结实多了，也更漂亮了。谁是这儿的东家李小草？我是。敢问大人，出什么事了？有人举报，你们小草木坊利欲熏心，所用的木料皆是私自盗伐的黄木。谁都不敢出声。奉知府大人命令，查封铺子，把人带走。如有反抗，格杀勿论。是。胡说八道！黄木那是送进京城的，咱们这儿连块皮都见不着。我们用的每一根木头，全是从城东正规木行买来的，白纸黑字有票据为证。你们凭什么空口白牙就说是黄木？哼，这种鬼话，等进了大牢，见着了杀威棒再说吧。有没有用过？
跟我们回衙门走一遭就清楚了。给我拿人！是。放开我！大贵，等一下！我是这铺子的东家，有什么事冲我来。大人既然是奉命查办，我小草木方绝不反抗。哼！但是，我想知道，到底是谁举报我们用了黄木？李东家，举报人是谁，那是衙门的机密，没必要告诉你。赶紧跟我们走，别逼我们当街动手，到时候惊了你的差，可别怪官差无情。这是我们这半年来买木头的所有票据，每一根木头的斤两、来路、批号写得清清楚楚，全是从城东郑家木行买的。只要大人您长了眼，对比一下木行的底单，有没有黄木，一看便知。另外，我想提醒捕头一句，黄木是专供皇宫内院用的玉铺，别说我们这间刚开张的小小木坊，就算是城里经营了几十年的松鹤堂，平日里也未必能碰得着一根。动用黄木那是抄家灭族的大罪，这满城的木行都在郑掌柜的眼皮子底下，您说我这儿有黄木，那是骂知府大人玩书职守，还是骂当今圣上御下不严？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拿这种没影的罪名随随便便诬陷好人？我看是谁在这儿横行霸道，敢动我宋老头亲自认可的人。县城大人，还没等本官批示，你就敢带着人闯铺子？谁给你的狗胆，让你随便来查封铺子的？盗伐黄木这种掉脑袋的罪名，也是你能随随便便拿来诬陷正经商户的？瞎了眼的东西，还不快把封牒给我撕了！快撕了！是卑职糊涂，是卑职听信了谗言，卑职这就走，这就走。今日多谢宋师傅周旋，多谢大人明察秋毫。若非二位及时赶到，晚辈这铺子怕是真保不住了。你这丫头胆子真是大到没边儿了，怀着这么大的身孕，竟敢跟那帮蛮不讲理的官差硬碰硬。万一动了胎气，你让大贵以后怎么过？宋师傅，我若是退了，那黄木的脏水就真泼湿了，这名声坏了，铺子和孩子哪一个都保不住。这事儿是宋明轩那个混账东西干的，他输了手艺还不服气，在家里憋着坏，找了他衙门里那几个狐朋狗友，想随便安个罪名给你个教训。这孽子差点给咱们木匠行闯了大祸。你放心，我已经把他锁在家里禁足了，回头等这风波平了，我亲自带他上门，再给你赔一回罪。媳妇儿，刚死里逃生，你怎么还笑得出来？我是在笑那个宋明轩，他机关算尽，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宋老木匠会站在咱们这一边。他更想不到，我一个乡下女人，对着官差不仅不住，还能把半年的账目理得一清二楚。他想抓我的把柄，下辈子吧。大贵，经了这一遭，我反而彻底放下了心。只要咱账目干净，谁也不怕。连这种掉脑袋的诬陷我都扛过来了，这世上还有什么能难住我李小草的？听见没？宋老头这次是真动了怒了，听说把宋明轩那2条腿都快打折了。该输不起就玩阴的，差点连累全城的木匠。听说明天起，那宋明轩要被锁在家里禁足3个月，一步都不许踏出来。再敢动歪心思，老子就没你这个儿子！爹，我错了。李东家，您画的这几样新样稿，在府城那几家大铺子里可是抢破了头。这是下个月的定金，您收好。媳妇儿，咱这小草木坊的名号，现在在府城那可是响当当的了。用力，再用力！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小子，母子平安！别哭了，别哭了啊！生了，平安就好，小草受苦了。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儿，当爹了还坐地下抹尿汤子。大贵，名字我想好了，就按之前跟玲玲说好的，大名叫周愉悦。周愉悦，周愉悦，好名字，听着就有出息。那小名呢？小名就叫肉肉。当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天天吃上肉，现在我不仅能天天吃上肉，还能给我的孩子一个不用挨饿、不用羡慕别人的童年。师娘，这是从远处寄来的大件，一差说是贵人送的。哎呦，媳妇儿快瞧，这长命锁是赤金的，沉甸甸的，还有这些老山参、燕窝，全是上好的补品。是王玲玲寄来的吧？是她，她说她又怀上了，她相公在任上做得极好，深得赏识。她说等明年任期一满，他们就要举家回京城了，到时候她一定要回来看我。京城啊，那可是天子脚下。哎，媳妇儿，大喜的事儿，你怎么还哭了？我是在想，当年在村子里，我闻着王家传出来的肉香，啃着干硬的窝头，做梦都想天天吃上肉。那时候我哪敢想自己这辈子还能有今天。大家动作都麻利点儿，把这些摆件都摆整齐了。大贵，你过来。哎，我想过了，咱们这县城的铺子虽稳，但地方到底小了。趁着现在名气正旺，咱们去府城开一间分号。行，媳妇儿，你想得远。这些日子我管着铺子和徒弟，心里也有数。府城那些大商户早就在打听咱们了。咱们什么时候去府城看铺面？你一句话，我马上备车。现在的你做事是越来越稳妥了。哪位是小草木方东家李小草？我是。这是从京城发来的急件，请接收。媳妇儿，京城来的，难道是玲玲？不，这印章不是私信。媳妇儿，信上写啥了？看你这脸色，是不是衙门又出啥事了？大贵，这不是衙门的信，这是京城上食局寄来的。上食局？那是啥大铺子？那是宫里的差事。信上说，宫里的娘娘们瞧见了咱们做的荷花梳和牡丹妆脸，心里喜欢的紧。他们要咱们进京，给皇宫里的贵人们定制御用的木器。进京，给皇宫里的娘娘做东西。老天爷啊，媳妇儿，咱当年在村里的时候，连县城是啥样都不知道。是啊，那时候我最大的出息就是想嫁个屠户，天天能吃上肉。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我能给皇宫里的娘娘做东西，我准觉得那人是个疯子。媳妇儿，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咱们去不去？去，为什么不去？当年我能从那个连窝头都吃不饱的穷山沟里走出来，能在城里把李嫂那种小人斗趴下，能让松鹤堂低头，我李小草就没什么不敢闯的。这天下再大，我也要去京城闯一闯那更大的天地。我要让那京城的繁华地也开满咱们小草木方的花。媳妇儿，东西都齐货了，府城那边接应的郑掌柜也打过招呼了。师娘，您这一走，咱们这心里空落落的。铺子交给你们守着，我放心。记住，手艺是活的，心要是正的，只要咱们的招牌不倒，谁也欺负不了你们。我叫李小草，是野草的草。大贵，野草从来都不怕风，风吹得越大，咱们的根就扎得越深。媳妇儿说得对，这府城也好，京城也罢，只要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没错，只要给咱们1寸土，
咱们就能长出漫山遍野的春天。李小华、周大草、木爽。在这里活了2年，倒是把这辈子该受的罪、该闯的关都走了一遭。媳妇儿，等到了府城看好铺面，咱们就去京城，让肉肉也见见世面。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